现在的奖章到底是服务人，还是在训练人的耐心？查一笔订单，要先登入，切后台，找撤选，点明细，填一份表单，栏位藏得很深，格式错一次，整页像在提醒你重来。订一张机票更夸张，你只是想知道台北到东京哪班可以搭，他要你选日期、看行李、比总价、读退改规则，最后再问你扩进要买吗？这些不是高难度判断，这些是很耗人的网页体力活。Codex Chrome 新功能最有感的地方，就是它可以直接进你的 Chrome， 帮你读页面、填栏位、整理选项，把流程先做到可以穿印的位置。真正需要你付款授权送出的时候，它再停下来。那问题来了，这样的功能可以取代 Playwright 噶？先不要急着说可以，因为这两个工具解决的其实不是同一种痛。这次插件真正重要的地方是它可以在你平常登录中的 Chrome 扫工作，不是另外开一个前进的测试流台器，也不是叫你把征条登录状态、后台权限全部重设一次，而是你现在看到的页面它就可以接着看。这件事很小也很大，因为很多工作本来就不在公开网页上，它在公司后台订单系统报表页、会云中心会议登入才看得到的表单里。这些地方聊天机器人只能讲原则。Playwright 当然可以写脚本，但你要先把测试环境、征条资料、定位方式全部安排好。Codex Chrome 的入口比较像一句话，这个页面帮我整理一下，这张表先帮我填到可送出的状态，这个请求帮我准备好，但送出前停下来。所以它适合什么？不是让 AI 直接替你负责，而是把低风险、步骤多、很耗注意力的部分接过去。例如帮你在订票网站填出发地、目的地、日期和偏好，帮你在后台查一笔订单，整理状态和异常，帮你在 dashboard 短句切选条件，把数字读出来，帮你把表单填到最后一步。可是付款、送出、敦储、试圈、改价格、寄信给客户，这些地方要停下来，不是功能不够，停下来才是这个工具该有的形状。因为它不是替你承担责任，它是把你需要判断之前的杂事先清掉。先说一下 Playwright， 如果你没用过，它其实不是聊天机器人，它是开发者拿来控制浏览器的自动化工具。你可以写一段程式，叫浏览器打开登入页，找到 email 7位，填资料，按登入，然后检查画面有没有出现婚姻回来，成功就是 pass， 找不到按带，登入后画面不对就是 fail。 所以 Playwright 最强的地方不是帮你临时操作网页，是把一个固定流程变成可以一直重跑、一直验证的测试。那 Codex Chrome 能取代 Playwright 啊？我的答案是不能，但它会取代一部分你原本可能硬拿 Playwright 做的临时工作。Playwright 很适合固定流程，同一个奖章、同一套步骤，每次都要跑出明确结果。它适合测试 CI、部署前检查、跨浏览器验证。可是 Codex Chrome 面对的是另一种场景，你已经登入了，页面就在你眼前，你只是想叫 AI 帮你查一下、填一下、整理一下，做到可以车印的位置。这种时候 Playwright 当然也可以写，但你要先把脚本、selector、测试资料、登入状态都处理好。对一次性的网页任务来说太重了。Codex Chrome 的价值是它比较像临场助手， Playwright 的价值是它比较像稳定测试。所以最贴近实物的分法其实很简单，如果你要的是一次性的网页工作，它需要你的登入状态，需要看真实页面，需要中途判断，用 Codex Chrome 像是查一笔资料，整理一个 dashboard， 先填好一份申请，把订票条件跑到候选清单。如果你要的是每天跑，每次都要一样，要有 pass 或 fail， 要放进部署流程，要留下报勾，用 Playwright 像是登入测试、结账流程测试、表单验证、前端改版后的回归测试。这不是谁比较高级，是观众真正需要的是哪一种工作。一次性的麻烦交给助手，固定的验证交给测试工具。
所以这次 Codex Chrome 新功能，我不会把它讲成 Playwright 切手，那样太简单，也不准。它更像是把有赖期工作拆成3层。第一层 AI 帮你看页面、填资料、整理选项；第二层人负责判断、试圈、送出、承担后果；第三层等流程真的固定了，再用 Playwright 把它变成可以重复验证的测试或脚本。这样看，它不是教学榜上助手，它是你原本 Chrome 总多出来的一双手，会帮你做到差不多了，然后很重要地停下来等你说可以。